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1月26号，礼拜天。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聊两个新闻啊，之后呢就进入会员互动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都可以贴在留言区，然后呢，付费会员的问题会优先的回答。想说一下这个关于中共高层权斗的一些动向啊，一个呢是关于赵乐际，还有一个呢是关于王沪宁。今年以来啊，赵乐际任中纪委书记的一众直接下属被查多达6人之多。赵乐际是在今年人大的时候，从这个中纪委的书记呢，变成了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但是呢，他随后在中纪委的下属就接连被查，1个月之内就被查了6个人啊，密度非常之大，频率也非常之高。中纪委是习近平非常不放心的一个部门，因为掌握了太多中共官员贪腐的秘密，等于是百官的小辫子被抓在了中纪委的手中。这样的话呢，很多官员为了自保，就不得不巴结这个中纪委，从而呢让中纪委成为一个可能跟习近平对抗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习近平掌权之后，中纪委的权力虽然很大，但是中纪委的书记呢，都是在离开了这个中纪委书记这个位置之后呢，就不断的被习近平敲打。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个赵乐际他手下被查的一些细节。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王沪宁。中共最近的国台办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主管这个对台工作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呢，提拔了自己的复旦学生裘开明作为国台办的副主任。台办呢罕见出现了2大派系，一个是福建帮，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啊，还有就是这个复旦帮，就是王沪宁提拔的这个裘开明。王沪宁在这个台湾事务的介入呢，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深啊，介入的越来越深。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制定了所谓的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之外，在人事安排上也把自己的学生放进去，负责具体的操作。但是呢，最近台湾的蓝白合破裂，应该是对王沪宁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之后我们就说说台湾大选这个事儿哈，这个事情全球都非常的关注，中共呢也在介入。11月份的时候，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晨访中啊，接着呢就是马英九执政期间的行政院长刘兆玄也访中，而且刘兆玄去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和政协主席王沪宁呢举行了一个会面。会面之后呢，第2天马英九就出面整合这个蓝白，就是把柯文哲和侯友宜拉到一块儿。这个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啊，但是中共介入的痕迹无疑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信息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疾控中心呢，就是 CDC， 要求美国4大机场的传染病监测啊，就是扩大到30多种病原体，包括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和其他的呼吸道的疾病。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看到，就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关的报道，就是讲中国大陆现在各种各样不明的肺炎在流行啊，特别是儿童，现在整个医院里边也人满为患，所以现在确实是一个流感和呼吸道疾病多发的季节。天气转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就是病毒就开始这种流感病毒就开始肆虐，然后呢，这个肺部和呼吸系统就呈现这种疾病的高发态势，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保护自己。我非常推荐有呼吸系统和肺部疾病的人呢去试一下扁康丸。传统含义认为肺是5脏之首，肺炎、这个鼻炎、哮喘、皮肤病和重症肺病呢都是因为肺部积热导致的。扁康丸能够清除肺部的垃圾，增强肺功能，强化人体免疫力，从根本上解决肺部及整个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纽约有一个Grace 女士，她呢曾经患有这个肺纤维化，不停的咳嗽，浑身乏力，说话都不想说，连爬楼梯都很困难。服用扁康丸1年半之后呢，基本上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也想提醒一下各位观众哈，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打着扁康丸的，就是字样的产品很多，鱼龙混杂。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买到正宗的扁康丸呢，请到节目下方提供的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唯一的官方网站去购买。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专家咨询进行这个询问专家的意见哈，也可以拨打热线。扁康丸在世界多个国家提供客服的热线，包括北美、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澳洲、欧洲和中国大陆等地。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咱们就回过头来说这个第一个新闻哈。说说这个中纪委卸任的书记赵乐际。中纪委这个机构呢，它的作用在江泽民时代和在胡锦涛时代呢，并不是那么的引人瞩目。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期呢，因为江是搞腐败治国的，他是经常讲要闷声发大财的，所以中纪委呢只是偶尔抓一抓江的政敌。
到了胡温时期呢，因为满朝都是江泽民的人马，包括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和贺国强啊，都是江的人马。胡温呢什么都说了不算，所以呢也就没有办法拿中纪委当一个棍子啊去打那些江派。那么这个江派的人马在这个胡温时期呢，就更是为所欲为了啊。但是呢，在这个胡温当政的最后一年啊，出了一件大事啊，就中纪委出面拿下了薄熙来。除此之外的话，就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了。陈良宇和这个薄熙来是属于这个非常罕见的，就是当时中纪委出手啊，把这个江派的人马拿下。但是呢，到了习近平当政之后啊，因为清洗政敌的需要，应该说是大规模清洗政敌的需要，加上王岐山本人呢又是太子党，所以中纪委的权力就如日中天。这种王岐山权力的膨胀和他的这个声誉鹊起啊，必然会引起习近平的警觉，所以很快19大呢，王岐山就下来了。中纪委是被人戏称为东厂啊，大家知道明代哈，就是他这个皇帝身边的这些太监呢，组成了像锦衣卫啊、像东厂啊、西厂啊、内行厂啊等等。他们除了负责监察百官之外呢，也是情报机构啊，他们什么情报都搜集，什么情报都要向皇帝汇报，甚至包括市场上卖什么菜啊，这个菜价是多少，都要向皇帝报告。由于中国无官不贪呢，中纪委它肯定会顺势掌握很多官员的贪污的证据，但是如果都查办的话，整个官场都会被查办一空。所以呢，中纪委办案只能是选择性的办案。那么这个时候到底打谁不打谁，这就是裁量权就在中纪委的手中。所以很多官员为了能够躲过这个中纪委的大棒啊，于是呢就只好去贿赂这个中纪委的这个查办的官员。所以呢，这个中纪委的官员就可以这个停办这样的案子啊，或者帮助他们大事化小。由此呢，中纪委也确实抓住了很多官员的小辫子。因此呢，他就有可能啊掌握一批不得不听命于自己的官员，从而形成一个小集团。因此，中纪委它权力它的内部必须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进行清洗。其实，在王岐山时代就经常讲什么中纪委要这个什么刀刃向内啊，什么警惕灯下黑啊什么之类，就中纪委内部的话就要自查自找。这种事情的话，在这个不管是王岐山当中纪委书记，还是现在这个赵乐际当就是过去这5年赵乐际当中纪委书记的时候的话，都是在这样做。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为了防止中纪委权力做大呢，这个习近平他也会在中纪委书记卸任之后啊，就让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明显的变弱，而且呢又会对中纪委书记本人进行敲打啊。所以王岐山在卸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好朋友任志强就被判刑了。不到2周之后呢，曾经追随王岐山30年的他的大秘董洪也被这个调查，然后呢被判处了死缓。还有一个就是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商人，就是海航集团的董事长陈峰啊也被查，甚至是王岐山本人的侄子姚庆啊也被带走传唤，调查这个姚庆跟海航的关系。所以王岐山经过一系列敲打之后呢，就变得非常的老实。那么今年呢，这个赵乐际也步上了这个王岐山的后尘。在这个赵乐际卸任中纪委书记转任人大委员长之后，5、6月份的时候，一度曾经有这个6名啊跟赵乐际有关的官员落马啊，多为赵乐际的亲信和旧部，其中包括这个中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副部长1级巡视员叫郝宗强。这个郝宗强本来是普通的一名记者啊，在人民日报当记者，后来呢被这个赵乐际呢从人民日报提拔到中纪委当宣传部副部长啊，这属于一步登天嘛，这就是赵乐际提拔的。然后这个郝宗强呢本人被查。然后中纪委国家监委第13审查调研室的1级调研员崔玉南啊也被查。然后呢，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骆玉林也被查。骆玉林是跟这个赵乐际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大概追随了赵乐际不下30年啊。赵乐际在这个青海这个期间呢，就大力的提拔骆玉林。在赵乐际当青海省委书记期间，这个骆玉林呢担任这个青海副省长啊，他的一路高升都是赵乐际提拔的结果。那么现在骆玉林呢也被查。这个中纪委现在到这个青海调查骆玉林的时候，倒查就是之前很多的事儿啊，就是已经传唤了100多人，而这100多人呢，很多都知道当时这个骆玉林和赵乐际之间的这个关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那个3个人，还有2个是这个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巡视员，一个叫姚希科，一个叫刘然。所以就是这一连串的赵乐际部下被查的这个事情呢，就让人怀疑赵乐际本人是否还安全。4月28号的时候，这说起来已经是半年多以前的事了哈。中纪委召开会议，主题仍然是刀刃向内查内案啊，就是要清洗赵乐际的人马，换上李希自己的人马。赵乐际这个人其实有明显的江派的背景啊，他是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得到了这个江派高官的大力提拔。这个
2001年的时候，年仅43岁的赵乐际就高升青海省的省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长。到2003年的时候，他担任了青海省委书记，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提拔他的人主要就是曾庆红啊。后来到2007年，曾庆红即将卸任政治局常委之际，赵乐际就被调任陕西省委书记，所以他整个这个仕途提拔都是在江派主政时期啊，或者是曾庆红直接提拔。当然，就是说赵乐际这些旧部亲信被查呢，他本人是不是会被查，我不是很乐观哈。就是赵乐际会在这些反腐的大锤之下变得无比的温顺啊，但是我想习近平不大可能拿下这么一个正国级的高官啊，毕竟他现在还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估计呢他会平安退休，但是呢也会灰头土脸的退休啊，就有点像在步这个王岐山的后尘。这是关于赵乐际的事啊。说完这个赵乐际呢，咱们再说一说王沪宁。王沪宁现在担任的是政协主席哈，一般的人呢都认为政协是一个打酱油的机构啊，就是花瓶了啊，拍拍手而已。实际上的话呢，这个政协有一个工作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统战部的部长通常会兼任政协副主席，那么政协副主席的顶头上司呢就是政协主席，所以政协主席他其实是管着统战部的，而统战部呢，它是一个中共非常重要的情报部门啊，也是一个特务部门，就是对外渗透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么尤其是在对台工作中，统战工作就是极为重要。所以这个政协主席的话，当然就是会深度的介入中央对台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对台工作在这个行政口上是这个国台办是吧？国台办的上面，这国台办它属于这个国务院机构嘛，它的上面呢有一个主管的中央党务机构，就是中央对台领导小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呢，组长是习近平啊，一般这个小组组长都是总书记啊亲自去抓啊，因为就是以显示对台湾问题的重视嘛。那么当然，习近平不可能一直盯着这个就是对台的工作的事情，他有很多其他别的事情需要管。那么副组长的话是王沪宁，他是唯一的一个副组长，所以他等于是在对台工作上他做第二把交椅。那么王沪宁呢，现在就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在复旦的学生裘开明呢提拔为国台办的副主任。裘开明本来马上就要退休了，结果在这个时候被王沪宁提拔上来啊，很显然就是王沪宁还是更加信任自己的学生嘛。王沪宁在这个习近平身边走红的这些日子里边哈，这个他入常就是在19大上嘛，他的复旦校友也跟着鸡犬升天啊，所以现在在这个中央里边呢，就等于是有一批人是属于王沪宁的学生啊，是像复旦帮啊，有一些人虽然不是这个中央的官员，但是呢，他们经常会冒充国师啊，比如说这个复旦大学的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啊，他就是被这个王沪宁介绍到中南海里边去讲课。还有一个也是这个复旦帮的成员，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等于是张维为的手下了，叫郑若琳啊，他呢就是也是这个就是非常推崇王沪宁的那一套战狼外交。他在采访这个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的时候，大赞卢沙野说的这个西方的疯狗太多太凶啊等等，就是完全是这个站在战狼外交的这一侧啊，就是因为他执行的是王沪宁的这个外交路线嘛。还有一个是网红教授，也是复旦大学，叫沈毅啊。这个人呢，甚至觉得胡锡进都不够强硬啊，还不够左。然后呢，所以这个王沪宁呢，就是他在复旦的这些学生啊，都是在帮他这个煽风点火，煽动这个民族主义啊，帮助习近平搞战狼外交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在对台工作上遇到困境的时候，王沪宁呢又把他的复旦的亲信啊安插到了国台办里边。现在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呢是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宋涛，就是他之前呢就是当这个外联部的部长啊，那么现在呢转任到国台办。这个在国台办里边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湾跟福建是隔海相望嘛，所以在国台办里面肯定是有福建人，所以现在台湾的这个宋涛本人也是这个福建帮啊，所以这个宋涛作为国台办的主任啊，他底下的话就是王沪宁安插了一个他复旦的学生做副主任啊，就是像这个国台办里面掺沙子啊，这个或者是打了一个钉子啊，就是希望由此呢能够去执行王沪宁的对台政策。王沪宁在这个对台事务的上面介入是越来越深了哈，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制定了一个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人事安排上的话，就是让自己的学生去做具体操作。王沪宁其实习近平让他管对台工作问题，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过去对台湾的那个一国两制，现在显然已经不灵了。
不灵了之后怎么办呢？这个王沪宁现在推出一个新的对台总体战略，叫做两岸融合啊。所谓两岸融合的话，就是希望台湾人到中国大陆去啊，比如说做生意啊，到到这个大陆去定居啊，到大陆去上学呀，就是到大陆去找工作呀等等。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厦门和福州的话，就搞了这么两个，就是相当于这个融合这么一个像示范区一样啊，就希望台湾人可以自由的到中国大陆去啊，想干嘛干嘛，该上学上学，该买房子买房子，给你发一个跟大陆身份证差不多的那么一个东西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大陆生活，就是搞所谓的两岸融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逐步能够去渗透到台湾去，这个就是王沪宁现在搞的这个所谓对台的这个新的总体战略。那么在这个台湾大选的问题上，当然王沪宁肯定不会闲着。这一次这个台湾蓝白合，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携手这个事情，有非常明显的国台办背后操作的痕迹啊，或者是说有非常明显的王沪宁在操作的痕迹。很多专家都觉得两党是不可能合作的啊，因为这个之所以这个柯文哲成立民众党，就是因为有一批人是对国民党不满，有一批人是对民进党不满。那么柯文哲的话就仿佛站在中间啊，希望能够把对这个两党不满调出来的这个人员的话，都收到自己的麾下啊，就组成这么一个民众党。所以本来到他的这个民众党里面的人是对国民党不满意的，你怎么可能再跟国民党合作呢？是吧？就是在你的党内你也没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啊。结果就在大家都说两党不可能合作的情况下，这个蓝白却在这个11月15号的时候突然之间宣布达成共识，而且当时是由马英九来主持这个蓝白合这个事情。马英九的这个就是基金会的执行长萧旭晨呢，和这个他的执政期间的行政院院长这个刘兆玄，这两个人的话呢，就是在蓝白合之前相继访问中国大陆，而且刘兆玄呢是直接受到了王沪宁的接见啊，等于是他刚刚跟王沪宁见面，那是在11月14号的时候跟王沪宁见面，11月15号的时候，马英九就开始出面宣布这个蓝白合这个事情。尽管马英九本人是否认的哈，但是普遍猜测这个两党达成的这种共识是有中共在背后参与。而且就是后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郭台铭突然之间跳出来去主持这个蓝白合。本来郭台铭是自己要独立参选，然后中共的话就是去对富士康查税啊、查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郭台铭本来是说他已经这个连署90万，已经跨过门槛，是可以直接去参加选举了啊，可以去报名了。结果他呢却突然之间去让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啊蓝白合在一块儿啊，甚至包括他自己想跳进去搞一个什么蓝白郭合。不知道郭台铭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如果蓝白郭合的话，那肯定是蓝白担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绝对不会有郭台铭什么事儿。他却如此的积极，背后显然也是有中共威胁的这种影子。而且后来郭台铭搞这种蓝白合的时候，请这个国民党的主席这个侯友宜啊过来协商啊，结果呢，侯友宜不光自己来，还带了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和前总统马英九。所以当时这个连郭台铭都很吃惊啊，他说这个马英九和朱立伦我都没请你们，是我们三方在商量蓝白郭啊三方合，怎么可能又突然多了两个人呢？马英九就来了，来了之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马英九一言不发啊，一直在旁边，就等于是虎视眈眈的盯着。所以马英九这就是他的这种表现非常非常的蹊跷哈，就是他的这个立场也非常的蹊跷。虽然他没有说话，但很显然他就是背后的主谋，而他的背后的话呢，应该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啊。当然这是我们的猜测了，我们只是说猜测啊，这是我们的opinion，就有可能是这个中共在后面。当然我们不说，其实很多人大概也能够猜到，是吧？为什么马英九对这个蓝白合这个事情变得突然如此的关注？我们知道台湾其实这个它在地缘政治上的话，就是有两个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对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对美国的关系。那国民党的话是亲共啊，民进党的话是亲美，然后呢，这个所谓这个民众党就是白营啊，这个柯文哲的话，他说要跟两岸保持等距啊，就是我既不亲美也不亲中啊，但是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柯文哲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他骨子里面是非常的亲中的。那这个，所以从这个蓝白合这个事儿的话，能够看到中共介入的痕迹哈。然后有人说美国其实也在介入这个台湾的选举啊，什么选举呢？就是给郭台铭参选提供方便。郭台铭他这个选的这个副手赖佩霞哈，他的这个国籍是美国国籍。然后呢，这个他如果要跟郭台铭一块儿选举的话，他得放弃美国国籍。所以呢，这个赖佩霞就联络这个 AIT 啊，就是美国在台协会去询问说放弃美国国籍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得到的答复说大概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说如果他那样
等下去的话，他根本就来不及在就是11月24号大选登记候选人登记截止日期之前，就是能够这个放弃美国国籍嘛。结果呢，如果这样的话，等于是郭台铭白忙了一场。结果美国那边1个月就把这事办完了啊，赖佩霞就退出了美国的国籍。所以呢，就是有人把它解读成为美国鼓励郭台铭继续选下去啊，因为郭台铭选下去的话，他一定会分蓝营的票嘛。那后来等到这个蓝白合不再合的时候，郭台铭就退出了啊。退出了之后的话，等于是希望能够把他的票再推给侯友宜，看一看就是侯友宜能不能因此啊，就是能够赢过这个绿营。这个就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中共大陆现在，中共高层这个一些内斗的这事儿哈，就做一点这个从人事安排上做一点分析，也顺便说了一下这个台湾大选这个中共介入的这个痕迹非常的明显，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今天呢是这个黑五购物狂欢的最后一天啊，黑五购物狂欢的话，就是很多大家可能过去非常喜欢的产品，都打了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啊。这个折扣的话，大到5折啊，就是有一些像面膜什么之类的，能够打5折的啊，这就是这个黑五狂欢夜。所以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如果大家还没有购物的话，就请大家就是如果您真的想购物的话，就赶紧去买啊，就是这些都是什么50% off 啊，还真是蛮便宜的哈，一年也就是这一次了啊，就是最低价了。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是关于我们正式的这个讨论的内容就说到这儿了哈。这个最后想感谢一下台湾的陈女士啊，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进入这个互动的时间哈。最近一段时间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哈，所以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可能不一定会跟大家就是讲满1个小时哈，咱们就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天老师好，近期中国大陆出现支原体肺炎，除了成人和老人外，大龄儿童纷纷染疫死去。听说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控制，想请教张教授，您以为这是否可能再次造成全球性的大流行呢？若真如此，要如何防范比较好？这个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哈，就是这个不光是支原体肺炎，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它原因的这种不明的肺炎啊。中国大陆那边也说不明肺炎，然后呢，这个像世卫组织的话也让中国去公布这个相关的数据。其实这次感觉好像死亡的人数倒没有那么多，就是主要是很多儿童染疫，然后高烧完了之后呢，他们就这个到医院排队啊，甚至可能像一个医院的话，能够挂号挂到3000号什么之类的，就是很多儿童。说染疫死去的人的话呢，比例远远不像当年新冠的时候那么多。到底是什么样原因的话呢？就是现在中共仍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那么虽然世卫组织要求中共提供相关的数据啊，这个中共现在也没有提供，但是就是死亡率的话，还是没有上次那么高哈。据我了解，好像是没有上次这个就是 COVID-19 刚刚出来，武汉病毒出来的时候那么高。是不是会造成全球性的大流行呢？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真是得这个多洗手啊，戴口罩啊，什么注意通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就是保持这个室内空气的新鲜。再次造成全球性大流行，这个东西我也不是神仙，我也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哈。中国大陆其实现在的流行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城市啊，现在在流行。至于说偏远农村地区是不是也这样，现在还不太清楚。我觉得大家反正是小心一点为好啊。只能是这样讲。如此要如何防范哈？这个就是说，作为这个人中的这个该做的你就得做啊，就是戴口罩啊，这个洗手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注意保暖啊，保持室内通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但是这个，我们在前2天节目中也提到过哈，就是说这个中共啊，其实是一个邪教组织哈。我经常讲这个事情，就是说跟中共走得很近呢，其实会沾染他的这种共业啊，沾染他的共业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可能就容易受到这样的这种病毒的攻击。这个东西呢，只能是说信不信是由您自己来决定哈。反正在我看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其实 COVID-19 也好，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中共病毒啊？其实也是，中共这样的，就是它，第一是隐瞒啊，造成这个瘟疫的全球的流行啊。第二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是中共在实验室，合成也好，或者是说在实验室研究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泄露了也好。就是这个源头的话也在他那儿，然后隐瞒的话也在他那儿。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对这样的病毒的话呢，它有可能是针对，共产党
做的那些坏事儿哈。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瘟疫流行，它都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的人他在疫区的话，他就不感染啊。就像在明末的时候，当时这个也是瘟疫流行，然后李自成的部队进来之后的话，好像也有一些感染，但是呢，这个清兵入关之后的话，好像他们就没有感染，是很奇怪的一些现象。就关于瘟疫的话，是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每一个人平时还要多做善事，然后呢，不要跟共产党绑在一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才是预防性的一种解决之道啊。这个相信不相信呢？您自己看着办。但是在我看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OK，咱们再说一下，看看第二个朋友问哈，张教授想问一下，你说中共因为没有钱而无法维稳，但就我所知，警察、武警、军队等等不是月薪制吗？意思就是说，中共并不会因为要军队或警察、武警多做事而多付钱吧？为什么张教授会说中共调动军队或武警会多花钱？另外，我想问一下，类似胡鑫宇案件中，中共要那些警察掩盖案件需要多付费吗？或请杀手杀人取器官需要多付钱吗？不知道中共有没有多付钱去盖住警察的良心，还是一样的月薪制？其实中共警察的这个工资并不是特别的高，中共警察他们这些钱主要是黑那些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敲诈一些被诬告的家属啊，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是敲诈一些黑社会啊，或者比如说这个搞一些罚款呐、什么所谓的创收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警察他们这个薪水的就是收入的主要的来源。受贿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还不是简简单单领一个月薪的问题。这个中共没有钱呢，就是这个镇压啊也好啊，或者是对这个中国民众的监控也好，都是会花很多钱的。就是搞那些监控设备啊，对那些这个，比如摄像头要更新呐、对数据要进行分析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花钱的啊。特别是调动这个武警啊，如果真的调动武警镇压的话，那当然是要付加班费的，这些东西都是花钱的。中共现在这个财政非常的紧张啊，所以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警察工资也会拖欠，警察工资拖欠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士气啊。影响到士气之后的话，他可能看到一些过去该管的事情，他可能就不愿意去管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中共维稳的漏洞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至于说中共要那些警察掩盖胡鑫宇案件，这个花不了太多的钱啊，这种钱不会花，主要不在这块儿。主要是想说，就当中共没钱了之后的话，很多警察他们会消极怠工啊，这个对中共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下面一位朋友问张教授，下次说说为什么人民币最近升值了？是否美国真帮中共了？美国没有帮中共啊，这个人民币升值的话，它有一些它自己背后的背景啊，比如说，现在美国的这个公布的 CPI 数据呢，现在降下来了啊，变成了3%几，就是说这个通胀现在感觉好像是有点受控了。有点受控了之后呢，这个就感觉美联储12月份不会再次升息。当大家对这个美联储不再升息的这个就是这种预期开始出现的时候呢，美元的升值就停止了。美元越升值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元越升息，那么你这个把你的钱存到美国的话，你获得的收益就越高。这种利息的话是美国国债收入嘛，就是它的利息就会变得越高。利息越高的话，当然就是你就更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到美国。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抛掉本币去购买美元，但购买美元的话，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美元它就相对于其他的币种就升值了啊。升值之后呢，那当然相对于人民币也在升值。不光是相对于人民币了，其实相对于日元、相对于欧元、相对于很多其他别的这个货币都在升值。美元在升值的时候，其他别的货币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美元的贬值嘛，这就是人民币贬值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哈，就是说人民币的币值呢，就是你看它升值也好，贬值也好哈，我们只能是这样说，人民币呢，它并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它的汇率的话呢，是受这个中共央行控制的。那么，如果中共央行想让它升值的话，央行就可以抛售美元去购买人民币，它就可以让人民币升值。这是第一点哈。这个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人民币的币值的其实是应该看宏观经济的，就是它今天升不升值和它整个大的趋势是升值还是贬值，这个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啊。就像股票起起落落，但总体趋势的话，它是在上升。包括加密币也是一样，那加密币的话，经常一跌，这个像比特币一跌的话，它可能跌掉90%啊。现在这个可能跌不到90%，它能够跌到75%。它在往下跌的过程中的话，你并不能看到它一下跌了之后，你就认为这个它就会这么一直跌下去。它会跌一跌之后的话，它会再起来啊，再开启下一轮的牛市。
特别像比特币到2024年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这个减半周期了，进入减半周期之后的话，它就可能会开启下一个这个升值的周期。但是呢，在微观上啊，在某一天啊或者某一个月的话，它可能下跌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 hold 得住的话，它会总体升值。而人民币的话呢，我觉得它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好像是升值了哈，但是它总体的趋势是要向下贬值的。这个就是说它是跟这个中国的整个宏观经济是有关系的。你想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贸易顺差了，没有那么多贸易顺差之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它的美元就没有那么富裕了。然后很多地方这个又就是在这个离岸市场，在香港等等，很多人又抛售这个人民币，抛售人民币之后的话，造成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贬下来之后的话，它这个在岸的人民币不得不跟着贬值。那么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呢，这个中共就必须得抛售美元去买人民币，这就造成中共外汇储备逐渐的枯竭啊。咱们之前讲过那个事儿嘛，就中共这个购买美国国债最多的时候达到1万多亿美元，但是现在的话已经不到8000亿了，大概每个月要抛掉400亿到500亿。在别人都在纷纷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来保值的时候，其他别的国家都抛掉他们的本币去购买美元，然后放到美国来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值的时候，中共却在抛售美国的国债，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中共对美元非常的饥渴嘛。所以中共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人民币升值的话，很有可能也是中共在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结果。但是它的银弹很快就要用光了啊，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说美国真帮中共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美国自己这个财政都捉襟见肘，是吧？所以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政府都快关门了，然后这个财政赤字什么，美国这个一年财政赤字上万亿美元，然后这个每年这个国债现在都涨到33万亿、34万亿美元。这个时候你让美国再拿出钱来帮中共是不可能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美国和中共之间表现出来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中美合作啊，比如说这次习近平到旧金山访问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中美关系缓和，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助于人民币的升值，但这种缓和一定是一个假象。它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这个关系重归紧张啊，然后这个包括中国的这个经济周期现在整个都是在下行啊，整个处在一个下行的周期，所以人民币短暂升值没什么了不起啊，就你再看吧，我觉得这个大趋势宏观趋势的话，它是会贬下去的哈。这个下一个朋友问说，伴随着白纸运动1周年，大陆经济下跌和近日北京儿童肺炎的爆发，会不会引发民众的愤怒情绪，甚至再次反抗？这个事情咱们昨天其实也大概说过一下，只是说过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人民再一次奋起反抗，大概会是什么时候啊？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这个大家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这个生活的状况比白纸运动的时候还要糟糕啊，很多人活不下去啊，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引起民间的这种愤怒情绪啊，然后呢再次引发抗争。这种抗争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啊，很多时候呢它是靠这个不断的这种小规模的抗争的过程中的话，在训练人们在放弃心中的恐惧，然后的话在这个积累和中共抗争的这种策略或者是目标。然后呢，这个明确这样的目标，然后积累这个抗争的策略，这个方法，最后的话才可能还在这个内外配合之下啊，最后才能够造成变局。这个只是我们在逻辑上做一些推演啊，实际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是说，这个经济下跌的话，它会成为这种抗争的催化剂吧。OK， 下面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张教授可以分析一下蔡奇是否会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或者他会成为习近平最后的诉请对象吗？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啊。蔡奇他比习近平的年龄小啊，但是我觉得习近平不大可能把蔡奇作为他的接班人。蔡奇我觉得现在处在这样的一个中央办公厅主任哈，然后呢就是整天这个不离习近平左右，表忠心，就是作为一个奴才的这个样子啊，很多人会很看不惯。而且呢，就是蔡奇他肯定也会利用这样的跟习近平的关系去提拔他自己的人，于是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中共官场内部会有一批人跟蔡奇作对的啊，就会出现这种福建帮和浙江帮啊这个作对的情况啊，或者是这个福建帮跟一些什么其他别的这个习近平的那些门派这个互相之间争权夺利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蔡奇很难作为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作为习近平来说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很想终身执政的。
不大可能把他的权力让渡出去。而如果他真的让给蔡奇的话，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让蔡奇做他的接班人，很有可能会引发一个像前苏联解体之前的那种情况。大家知道前苏联解体之前，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像这个勃列日涅夫他就是年龄非常大了嘛，然后他死了之后就又选了一个年龄大的人，就是安德罗波夫，是吧？安德罗波夫那个待了1年也挂了，挂了之后的话又选了一个年龄特别大的切尔年科，切尔年科的话很快也挂了，因为他们年龄都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后来大家才觉得我们应该选一个年龄小的，是吧？就选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党内又没有什么根基所以他上来之后，就是后来就搞那些什么新思维这个搞这个开放于是的话，后来就造成这个新思维，就是造成这个苏联的解体。如果习近平就是想终身连任最后老的不行，实在不行的时候，把这个班接给蔡奇，那时候蔡奇肯定也老的不行了，就有可能会出现前苏联的那种接班的情况最后的话也会中共这个统治的话也很危险。反正不管怎么讲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只是我们在这分析就是可能性非常的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有一点其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在中国这么一个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它是需要这个很多部门的，特别是全球化时代它是需要很多这个行业这个它是行业细分就是你就做某一个很窄的一种技术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深耕，把这个技术搞得特别的牛，然后的话别人就必须得跟你合作就是你成为这个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的话，你就在这个全球产业链，这个整个这个商品流通的过程中，货币流通的过程中，从这里边赚钱。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作为比如说我们像做一个手机做这么一个手机的话，它可能需要几百个厂家一块来努力比如说有的做电容，有的做屏幕有的是做这个电池有的是做什么扬声器有的是做这个麦克什么之类的，就是不同的厂家的话，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件，它只做其中的一个部件，然后最后找这么一个系统集成公司，把它这个像富士康就把这些东西给攒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 iPhone 的手机。给大家讲这个问题是想说明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当我们需要全球分工合作的时候，分工嘛，它就必须得有规则，它就必须得有法治它必须得有国际的和平，它就得有国际的秩序，而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美国在维护。而中共的话呢，它如果想真的加入到这样的产业链里边，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分工合作体系里边，它得遵守这样的规则，它才能够去加进去。它如果不遵守规则的话，它会被踢出来。这就是中共现在为什么被踢出来就这样的一个原因。被踢出来以后的话，如果你想自己搞什么内循环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在中国也建立这么一个完备的产业链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从这里边被踢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离开了这个工业化，离开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么一个孤岛。变成这样一个孤岛的话，那中国的生存就会变得非常的艰难因为就是你很难养活这么多人口，10亿人口，然后呢，你的农业其实现在也大量的粮食也不够吃，也是需要进口等等。被踢出来以后呢，就是那么这个中国呢，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的话，它就会往这个半工业半农业的那个社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人的生活水平会下降，然后呢，很多这个中国人会非常的愤怒他就有可能会开始抗争。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了半天就是想说这个中共随着这个它的这个跟国际社会逐渐的脱钩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说这个去风险化国际社会这个产业链重组的过程中，它的政权会变得岌岌可危。我觉得它的政权会变得岌岌可危。我这只是在讲，就是从人中的这个逻辑道理去推演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过程中的话，可能老百姓会吃一些苦这个过程中的话也会出现很多突发的事件我觉得随时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会造成中共的垮台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确定的至少在我看来，我又不是神仙是吧？我觉得未来的事情的话，只能是这样的，用逻辑的方式跟大家这么分析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天亮老师好，请问老师，清朝的特色是什么？我怎么会问这么一个历史的问题呢？清朝其实，
很多时候就是很多人对这个清朝总是感觉什么积贫积弱呀什么之类的，其实清朝有一些这个前朝没有的好处，清朝的皇帝都很勤政。很多朝代的皇帝就是传了几代之后就开始骄奢淫逸了，是吧？这个皇帝能力也不行了，子女教育也不行了。但是其实清朝的皇子教育一直非常好，一直非常好。清朝的皇子所受到的教育，不光是这个文学方面的教育，包括这个武功方面的教育，然后呢，这个弓马就是这个打仗啊，就是这种教育，一直都是特别的严格。这个是很少见的。就过去很多朝代，他们这个皇帝管皇子啊，这个都是一种放任自流啊，就是所以就是传了几代之后，有的皇子就特别不争气啊，后来当皇帝了之后，能力也不行啊，就是他这个治国的方略也不行啊，所以后来就造成这种王朝的中衰。但是这个清朝的话，一直是非常重视皇子教育，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得肯定的。这个清朝其实如果按照他自己如果是闭关锁国的话，他的这个统治还是能够延续很长时间的。包括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话，大清如果1908年开始立宪，然后立宪成功的话，中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也未必不好啊，说不定发展就会变成跟这个日本一样啊，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进程突然之间的转变哈，就是让这个中国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让这个中国人吃了很多的苦。好像问题就这些了是吗？那咱们要是这些的话，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吗？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哈。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